火力军最近听说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开始招募船员，并且准备在2024年重返海军作战序列。明人不说暗话，火力军不相信，现在距离重入海军就剩下1年多了，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艘6万吨级航母人员的培训，基本没戏。库兹涅佐夫号刚开始维修的时候，船员基本上已经全部解散，就连舰载机飞行员都需要重新考航母起降资格证。再加上库兹涅佐夫号维修以来受的伤，想明年就返回作战序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打个假。打假第一步，先看看产品如何。不过库兹涅佐夫号各位都很熟悉，俄罗斯就这一艘航母，极具辨识性。至于性能，一言难尽。近些年不是在维修，就是在维修的路上，哪有什么战绩？所以这一步咱们跳过去，直接进入打假第2步，收集证据，看看它假在哪里。乌克兰之前报道过，库兹涅佐夫号已经临近报废，火力军还特意说过这事儿。结果俄罗斯现在表示要在2024年重返海军作战序列，并且开始招募船员，只能说有些突兀。而且船员可不是大白菜，随时都有。就俄罗斯目前情况来看，库兹涅佐夫号就算是没有跟乌克兰说的那样报废，但明年具备作战能力属于是天方夜谭。按照俄罗斯的报道，俄海军开始着手为航母招募大约1500名船员，其中包括军官、海军准尉和水兵。全体船员将在招募工作结束后接受培训，然后接收航母，并在航母上开展各种测试。如果是圈外人不细究的话，听着还挺合理。毕竟库兹涅佐夫号明年才加入海军，还有1年多的时间来培训，完全足够。但实际上，想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艘6万吨级航母人员的培训，几乎不可能。俄海军现在才开始招募人员，已经有些晚了。航母是现代海军中结构最复杂，也是人员最多的军用舰艇。就比如在人员最密集的飞行甲板上，操作人员的任务是很复杂的，比如操作机载弹药和危险设备，引导舰载航空器的运行方向，维修舰载航空器燃油加注，以及舰载航空器在甲板上的调停等等。在面积小、任务多的飞行甲板上，这些负责不同任务的船员虽然可以用通讯设备沟通，但舰载机起降时的噪音各位也清楚，根本听不清指令是什么。所以船员大部分的交流都是靠手势，这难度不就上来了？一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船员，论单一培养代价，或许比不上舰载机飞行员，但是全队伍的培养成本就跟舰载机飞行员差不多了。而且，就俄罗斯目前的状态，根本就招募不到一批经验丰富的船员。库兹涅佐夫号2017年开始改造的时候，原航母人员就原地解散了，俄罗斯仅有的少量积累也没了，所以俄罗斯海军目前很缺熟练的涡轮机手、动力系统维护等关键岗位人员。就算是召回6年前的航母老兵，加上新毕业军官和新招募水兵，航母的人员问题也很难解决。新兵就不用提了，什么经验都没有。至于老兵，这几年过去，经验还剩多少不好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让火力军现在去解高数，肯定是2眼一抹黑，除了一个解，什么都写不出来。除此之外，库兹涅佐夫号的舰载机也是一个问题。按照俄罗斯的意思，原有的苏33舰载机配置保持不变，米格29并没有成为该舰的舰载机，只是库兹涅佐夫号的舰载机飞行员也要重新取得航母起降资格认证。对于俄罗斯的飞行员而言，已经有近7年的时间没有驾驶过苏33在航母上起降了，所以就算是库兹涅佐夫号能正常出海，想要具备作战能力很难。当然，俄罗斯也能从其他舰艇上引入熟练的军官和技术人员，确保库兹涅佐夫号的大致运行。只是俄罗斯海军的实力就那么点儿，这些熟练的人员能不能用在航母上不好说。想从其他舰船上调兵也不是不行，前提是有与此相似的舰船，就比如美国海军的航母全球一霸，可以快速将船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从一艘航母调到另一艘航母上，从而保证出海舰艇的战斗力。但俄罗斯不行，它没有1500名船员的大型舰艇。库兹涅佐夫号是俄海军唯一的航母，目前俄海军最大的作战舰艇只是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和彼得大帝号。
二者都是配备大约900名船员，根本不够用。组建完整航母的船员团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光是想弄清楚这艘6万吨级巨舰哪里有什么设备，就需要很长时间。像俄罗斯这种船员团队都解散了，重建难度与从零开始没什么区别。如果库兹涅佐夫号没有报废的话，想重回作战序列并拥有战斗力，花费的时间很长，6年差不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数字。不过等到那时候，以库兹涅佐夫号的特点，不知道又会遇到什么意外，然后再次返厂维护。再考虑到俄罗斯在舰载航空器方面的发展，如果俄罗斯没有投入海量资源发展航母，库兹涅佐夫号注定是以悲剧结尾。只是俄罗斯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库兹涅佐夫号之所以会流落到今天的地步，也是因为穷。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遗产，但是没钱维护这些航母军舰，只能选择看不见，等到有点钱想用的时候已经晚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之前在黑海被击沉的莫斯科号，还有停航维护24年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也是如此。不过看俄罗斯媒体的意思，这艘巡洋舰即将结束维护，出港试航，然后当库兹涅佐夫号的保镖。火力军只能说有点不现实，一艘24年没有出航的军舰，全身腐败成什么样都两说。加上俄罗斯没有公布改造方案，到底有什么内情，咱们谁也不好说。回归正题，因为穷，俄罗斯也没那么多的精力给航母，所以想完整的出航执行作战任务基本没戏。至于俄罗斯海军招募1500人，目前有2个说法，一个是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就是用来运作航母的，因为航母安装了全新的自动化系统和装置，全体船员人数比之前的1900人少了一些，这在军舰中很正常，但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些天方夜谭。第二个说法就很有意思，也就是俄罗斯海军已经认清现实，也没想着让自家航母恢复全盛姿态，也不指望它去参加作战任务，只要能继续维持航母的基础运作就行。等到演习的时候，起降几架战斗机作为交代，平时继续待在港口挡平，不至于让俄罗斯进入无航母时代，保留一个航母大国的名声，也就是摆拍。这不是没可能，就好比火力军现在告诉各位，其实我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套豪宅，带高尔夫场地和游泳池的那种，再拍几张照片，各位信不信？是不是真的不重要？把消息放出去，给人一种印象就行。所以就火力军来看，以库兹涅佐夫号的情况，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也能接受，只是在各国海军都在进步，日本、印度都在研究航母情况下，俄罗斯这样玩有些掉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上2个可能性的前提是库兹涅佐夫号还活着，招募到船员之后培训一下就能让航母跑的情况。现实情况还是不确定，库兹涅佐夫号有没有维修好？如果真相就如乌克兰说的那样，库兹涅佐夫号现在应该在继续维修。库兹涅佐夫号的命运怎一个悲惨了得！从2017年结束在叙利亚的部署之后，就直接在船坞安家了，准备大修和现代化升级。按照俄罗斯的计划，维修升级加一起也就4年，然后库兹涅佐夫号在海军继续服役10年。结果呢，在船坞内的几年时间里，库兹涅佐夫号遭受到的暴击，比他在20多年的服役过程中承受的还要多得多。最开始承接航母维修升级的是位于摩尔曼斯克的俄第82修船厂，主要负责航母船体的探伤、动力系统和电子系统的升级等工作。只是在该船厂维修期间，库兹涅佐夫号却被队友暴击了。2018年10月30日，他停靠的 PD-50浮动干船坞因为外部电源被切断发生失控并沉没，导致船坞上一台70吨重的起重机直接砸在了航母的甲板上，造成了一个面积20平方米的窟窿，还造成1人失踪、1人死亡、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7000万卢布。发生事故之后，俄军就带着航母跑了，被拖往第35修船厂继续维修。只是第82修船厂的船坞是俄罗斯唯一一个能容纳库兹涅佐夫号的船坞，第35修船厂没有合适的船坞，库兹涅佐夫号只能停靠在泊位上等消息，这一停就是1年半。在此期间，第35修船厂与圣彼得堡工程公司花费大约200亿卢布，对船厂内的2个船坞进行了合并。当然，在等待修建船坞的这段时间，库兹涅佐夫号的维修工作没断，但也就是这段时间，库兹涅佐夫号又被暴击了，这次还加上了真伤。
2019年12月12日，因为操作人员的失误，将电焊火花溅落到了货舱，引燃了货舱地面残留的燃油，导致库兹涅佐夫号起火。火灾从当天的上午11点开始，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才被扑灭。在之后几个月的评估里，航母的直接损失为5亿卢布左右。听说火灾发生之后，第35修船厂的负责人就直接被警方逮捕了。经过这2次事故之后，库兹涅佐夫号维修工作依旧没断，但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奇葩的情况：越修故障越多，越修船体破损的程度越大，而且这个事故也不是结尾。在2021年的冬天，因为天气比较恶劣，维修工作完全停止。当时预计的延误时间至少在1年以上。等到2022年5月，航母才进入新建的干船坞进行升级。但是在同年年底，库兹涅佐夫号再次发生火灾。虽然这次的火灾面积不大，只有6平方米，但是火灾发生的区域属于航母的关键舱室，部分电子设备被烧毁。等到今年，乌克兰情报局又报道，库兹涅佐夫号货舱内充满了泥水，第3层以下的金属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腐蚀，一下水就可能侧翻并沉没。检查船体后发现，库兹涅佐夫号已经处于不能移动的状态，强行转移很可能会报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却表示库兹涅佐夫号要招募船员，明年重回作战序列。火力军是真的不相信。当然，招募船员很简单，估计过不了多久，俄罗斯就会宣布船员招募成功，开始培训航母作战。但实际上，能培训到什么时候，库兹涅佐夫号能有多少战斗力，都是未知数。估计之后的库兹涅佐夫号就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证明一下俄罗斯的航母没有散架，任务就算完成了。总的来说，这艘服役于苏联解体前，后成为俄罗斯海军主力战舰，曾4入地中海，救援过库尔斯克号潜艇。虽然在叙利亚执行战斗任务时闹出过笑话，但表现还算可以。现在到这步田地，火力军除了说俄罗斯不行之外，也没什么可说的了。